大家好，只简单准备了一个幻灯片。今天的主题就是传教士在中国的传教工作。爱是教外人所懂得的唯一外国语言。那么，为了让大家能够简单了解中国教会，那么天主教传入中国分4个时期。首先是在635年唐朝时期，尼斯托利教派传入中国，但是随着唐朝的灭亡，教会也消失了。那么第2个时期呢，是在元朝时代，这是天主教最早传入中国。在1275年，意大利方济各会士孟高韦诺神父进入中国，并获准在北京建设教堂，开始传教。在1307年，孟高韦诺神父成为北京教区主教，但主要的传教方式是在中国的上层社会。所以说呢，随着元朝的灭亡，教会也灭亡了。在明朝时代，是在1289年，方济各会士进入中国，但是呢，随着明朝的灭亡，于1368年，教会的工作也随着消失了。这第4个时期是清朝时代，在1583年，以利玛窦为首的耶稣会士再度将教会传入中国。利玛窦以他独特的传教方式，把教会带入中国，并坚固地奠定了教会的基础。在中国这片土地上，有很多传教士把福音带入中国，但是在今天当中，主要介绍3位传教士。因为这3位传教士在中国不同时期，从清朝到现今，让我们看一下他们是如何把基督的福音带入中国这片土地上的。3位传教士，相信大家对利玛窦 Matteo Ricci 是非常熟悉的。利玛窦生于1552年意大利，以1571年进入耶稣会，在1580年进铎，1583年踏入中国。所以说在中国工作了27年，于1610年去世，埋葬在北京。利玛窦时代正是清朝时期封闭自济，所以说利玛窦的传教工作主要分2个方面，这2个方面是不能够分开的，就是以福音和中国文化的相融合。第2个就是介绍西洋艺术和文化进入中国，打开了中国的大门，让外邦人、让外国人能够了解中国。利玛窦被称为西方的孔子，所以说第一个主要的是利玛窦尊重中国文化风俗习惯。为了传教工作取得一定的胜利，利玛窦意识到，如果让福音的种子在中国扎根，必须结合儒家思想。所以说入乡随俗，学中文，讲汉语，读4书5经，穿儒服，从而慢慢融入上层社会，融入中国社会。他不阻止敬孔祭祖，接受中国文化。所以说呢，在他的谈话当中，经常引用孔子的话语，所以说他被称为西方的孔子。那么第2个呢，就是著书立说，写书。所以利玛窦开始用中文写书，结合儒家思想来阐述我们教会的道理。所以在中国27年当中，他写了很多教会的书籍，来让中国人能够了解基督的福音。特别是利玛窦给了我们第1本书，就是要理讲授。
第一本要理讲授，让中国人能够用自己的语言来了解教会的道理。所以说，他利玛窦提到，基督的思想和孔子的思想是不相违背的，是有共同点。那么第三个，利玛窦开始修建教堂，他在北京修建教堂，并成为北京的第一个本堂神父，同时在江西、广东各地修建3座教堂。同时在1609年，在北京建立了第一个基督徒团体，被称为天主之母善会，以这个善会来培育教友，开导外教人。利玛窦和社会，因为清朝时代比较封闭，说很少中国人了解西方社会，所以说为了达到让中国人能够了解西方，向西方敞开心门，利玛窦决定以西方的奇事奇物来刺激中国人的好奇心，展示出西方带来的手工艺品，通过天文、地理、数学等科学知识与中国的上层社会交接。特别在学术界，利玛窦被称为中西文化的推动者，因此同时也把基督的福音带给中国人。所以说，在1601年，利玛窦被皇帝特许留在北京，而且利玛窦被邀请加入了皇家天检机构，成为第一位在皇帝天检机构的第一位外国人。利玛窦的工作，利玛窦在中国虽然很少教友加入教会，但是教友不多，其中包括了平民、士大夫以及皇亲国戚等各个层次的人物。所以说，利玛窦地地道道的在中国人当中做中国人，他打破文化、风俗、习惯，让福音的喜讯和教会能够在中国文化当中深深扎根。所以说，通过利玛窦的努力，天主教在中国得以传播。很可惜的是，因为后来的100年礼义之争，是中国严受损失。这是我们第一位神父。那么第二位，相信可能意大利人也比较熟悉，我们称为傅若瑟神父。傅神父也是意大利人，以1852年出生，在1870年加入修道院，1875年进铎，1878年加入圣言会，1881年踏入中国大地，并到山东传教。山东，我的家乡。所以在1908年去世，并埋葬在山东。在1975年被宣布为真父，2003年被列为圣品傅若瑟神父 Lucky Praise。 我们看一下他的传教工作。傅若瑟神父说：“我爱中国和中国人，我愿意为他牺牲1000万次。在天堂，我也希望和中国人在一起。”因此，在传教工作当中，傅若瑟鼓励许多的当地中国人成为传教士。因此，他创办了一所修院来培养中国圣召。在他整个的生命当中，傅若瑟神父开办了诊所、孤儿院、75所小学、6所中学和许多的印刷。因此，在他的引导下，实实在在的为中国人做实事，不只是高谈阔论有关天主的问题。
所以说，通过这些善事来引领中国人能够认识基督而加入教会。所以说呢，受他的影响，有5万人加入教会，还有4万人在学道理，在准备接受洗礼。因此，傅若瑟神父说：“我爱我的中国人民，我把他们的语言、他们的国家和习惯当作我自己的国家。”在他的传教生涯当中，以他爱天主之心，深深地爱着中国、他的文化和周围的人民。这就是爱的见证。如果没有爱，不被人所爱，那我们的传教工作就是没有效果的。这是傅神父所说的。第3个传教士，也是在中国近代时期20世纪最有影响力的，是雷明远神父。雷神父出生于1877年比利时，在1895年加入巴黎的千使会修院，于1901年被派遣进入中国，在1902年在北京禁铎，在1928年他获得了中国公民的身份，成为中国人。所以说，近40年的时间在中国传教，于1940年在四川去世。那让我们看一下雷明远神父的传教工作。雷神父是20世纪在中国最有影响力的传教士，因为在他那个时代正是西方实力和日本在中国最强盛的时候。所以说，当雷神父进入中国，他马上意识到是什么原因阻止教会的发展，那么正是西方传教士的态度和方式。所以说，雷神父开始接受中国的风俗和文化，穿中国人的衣服，在中国人间做中国人。所以说，在1914年，因为雷神父被派遣到天津传教，所以说在天津创办了天津教会大学，这是在天津的第一所教会大学。那么在1914年的时候，雷神父被邀请在一个公共场合给一些没有信仰的人讲座，有几千人参加，其中包括了很多的中国的上层社会政府官员。所以说呢，他的名声四起，有很多人逐渐来和他谈论有关教会的问题。同时，在战争和义和团运动期间，他创立了很多的孤儿院、女子学校，同时帮助那些受战争的受害者，四处求赞助，来帮助那些贫穷可怜的人。在天津传教期间，他从一个村庄到另一个村庄，拜访当地人，并教导儿童，给他们讲道理。所以10年之后，就有达到了4万。在天津传教期间，雷神父更积极地推动教友传教，成立公教进行会，鼓励教友直接参与教会的工作。同时出版教会报纸，也能够使外教人能够读到教会的信息。
雷神父开办修院，以培养当地的传教士。所以说呢，在1928年，雷神父创立了2个修会。这2个修会，一个是为男修会，被称为若翰小兄弟会；一个是女修会，被称为德兰小姊妹会。这2个修会到今天还在中国存在着，而且人员是越来越壮大。我们看一下雷神父对社会的贡献，不光是教会，还要对社会做贡献。在中日战争期间，雷神父亲自率领修士和教友到战地抢救伤兵，组织救护队，教育失学儿童，组织民众参加抗日战争，真正做到了爱中国、爱中国人。特别是对我们中国教会一个最有影响力的一个事件，在1926年，经过雷神父的四处奔波，上书教廷，终于获得了同意。教宗庇护11世在白多禄大殿祝圣了首批的中国的6位主教，这是我们中国教会史上首位的6位主教。那么雷神父在1940年在中国的四川去世，被共产党所破坏的，同时被埋葬了四川。有人说，他爱中国远超过我们中国人自己。从这3位传教士身上，通过他们的传教经验，告诉我们，今天作为传教士，我们应该实实在在的应该做些什么。第一个，尊重别人，接纳别人，以容纳其他的民族、宗教、习惯。因为今天教会告诉我们，作为传教士，我们应该不要把基督固定在1个或2个的文化和模式当中，因为天主在整个的宇宙当中。所以说，要学会尊重和接纳别人，特别是接纳别人的不同的风俗和习惯。那么今天作为传教士，也让我们能够学到的是第2个，能够一个开放的心态，开放自己，打破种族信仰的篱笆，与别的宗教，特别是我们自己内部的宗教不同团体来沟通。因为这是对我们的一个挑战，就是接受别人的不同之处，在别人身上能够发现天主，在别的宗教，在别的团体当中发现天主的临在。这是教会在今天我们这个时代发现天主的计划。这就是开放我们的心，开放我们的思想，也打开我们的心门。那么第3个，也是告诉我们，作为传教士，今天我们应该做什么？中文是热情好客。因为热情好客，你对别人热情，这是把基督、把福音带给别人的第1个要素。因为我们不单欢迎基督徒，也欢迎非基督徒，特别是在中国。因为信仰告诉我们，因天主的恩宠，人可以归于天主，但是也因着我们对天主的爱，人们可以在我们身上发现天主。所以说，通上以上这3点，作为今天的我们去传播主的福音，也应该怀有同样的心情，以怀有基督的爱去爱别人，去爱身边的人，不分种族、信仰、
和肤色、什么颜色，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天父的儿女，因为天主是爱。爱是教外人唯一能听懂的语言。Thank you very much.